哎，你们好，是明川老师和罗小姐吗？哦，你是？我是周天，这是我媳妇儿。你们好。肺癌，还真的会好的。丁强的线索是周天提供的呀？对。我不相信丁老板会杀人。疼。再忍一下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咱们再好好过日子啊。吗啡，你手法还挺专业的嘛。哦，我原来是医生的。他应该很清楚杜小秋的情况已经没得救了，但看他的样子，好像特别觉着杜小秋能好起来似的。进来了。你们是怎么发现的？血吸虫，丁明富无意中撞到你抛尸回来，警察发现尸体以后，你便将计就计，推他做你的替死鬼。别往那边去了，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哎！一开始你确实成功了，我们都以为发现抛尸的地方是第一案发现场，那到处都是丁明富留下的痕迹，丁明富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你的替罪羊。可你还是漏掉了一点，你杀死他们的地方水里有血吸虫，可是我们发现尸体的地方却没有这种血吸虫。真正的凶手反复出入现场，一定会感染这种血吸虫，而你就被感染了。我不相信丁老板会杀人，但是你手法还挺专业的嘛。我原来是医生的，我老婆生病之后我就不干了。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世上就没有真正的天衣无缝。厉害！你杀他们是为了报复，因为杜小秋死了，你就报复其他的孕妇。不是，有人说我老婆命格属水，只要杀掉5个刚分娩完的孕妇，我老婆就能活下来。荒谬！周天，你自己也是医生，居然相信那么子虚乌有的事情。我是医生又能怎样？我救了那么多人，但我救不了我老婆。只要能救她，我什么都相信，我什么都可以去做。你考虑过那些被你伤害的人吗？
他们有爱人、有家人、有孩子，他们有多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想那么做，但是我必须这么做。但是我做，我老婆还是走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下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你魔障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救人，是犯罪。我爱我老婆没有罪。爱一个人是美好的，犯罪是残忍的。你亵渎了和小秋的爱情，值吗？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。我老婆已经走了。回警局再说吧，带走。等等，让我跟我老婆告个别可以吗？带走。上车。怎么了？明川老师，你说周天对杜小秋的爱情有罪吗？周天的世界本来应该是最纯粹、最唯物的，为什么在爱情和生死面前做这么疯狂的事情呢？你说爱情到底会让人变成什么样子？爱情，这国爱情可不悲，就是自私罢了。看来水银间这爱情传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啊！这罗大队长也深受影响啊。罗队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换做你也会尽全力救我的。以后叫我的名字吧。就像小荣和小白一样啊，他们都叫我名字，你也叫我名字吧。啊，也叫比心姐啊。也行啊，我也不介意。罗比心，比心。比心，比心。哎，不走啊？走啊！你也真要调走了？就算要调走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见面啊，比如桌球厅、夜店、包子铺。我走了，你会想我吗？
走吧，老李那儿还给我们做饭呢。这是我们的人像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产生的嫌疑人的模拟画像，画像出来以后，鉴定中心在犯罪嫌疑人资料库里进行匹配，结果都没有匹配上。比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，结果这个人的容貌和我们手中的画像非常的相似。难道在你眼里，杀人是那么随意的事儿？我不觉得人死了以后就可以变成随意处理的标本。罗队早，早。早，罗队。早。中局，进。由于情况比较特殊，所以我叫丁队和明川都在。上头决定让你暂缓调回光明市，还在我们这里工作。我不用调走了。这是决定，你看一下。罗队，听你刚才的语气，好像不太想继续跟我们一起工作呀？是不是对谁有意见呢？肯定不是我，不是你。哎，不过你留下来，丁老怪不一定高兴，他可盯着你是郑队长的位置好久了。我不高兴，但我肯定有人特别。罗队留下，我是高兴。我俩搭档这几个月破的案子，比跟你搭档几年的都多。钟局，你看这怎么说话呢？欢迎留下。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。虽然这个心理疾病在人群中是非常罕见的，但是呢，通过这些个案总结可以看出，这个心理疾病其实是为了保护患者他自己，所以他会在不同的形式出现不同的人格，并且患者本身是无法意识到的，也无法掌控的。有时候患者会觉得这些多重人格是在保护他自己，其实只是把他自己封闭在自己内心世界而已，并且会给他带来非常大的麻烦。原来你在分析周天？他有几种人格？他的第一重人格是一个成熟的男子，担任着丈夫和医生的角色。哎，你们好，是明川老师和罗小姐吗？对。哦，你是？我是周天，这是我媳妇儿。你们好，我是杜小秋。我原来是医生的，
我老婆生病之后我就不干了。那么他的第二人格呢，是一个被固化的、渴望得到爱的少年，所以会对给予他爱的人十分珍惜。这个应该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吧？他自幼就长期遭受家暴，而且他又亲眼目睹了自己母亲的惨死。可是，这个也不至于他最后杀人吧？对啊，杜小秋的爱使他的第二人格得到了非常大的安全感。但是当杜小秋身患绝症的时候，却使非常相信医学的他感觉到无力回天。那么这种绝望感和无力感就刺激出来了他第三种人格，一个与死神对抗的巫师吧，一边可以左右别人的生死，另一边又可以拯救自己的妻子。这种人格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掌控感和力量感。可是他正常的一面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来告诉他一切都是假的吗？多重人格呢是不一样形式的，并且它会是独立存在的，基本上是不会沟通，甚至还觉得自己不单是一重人格，更是一个真实而存在的人。我想让世界知道，你曾经活过。老丁，啊，我得连夜去趟城里。好。周天啊，来看看我写的什么。你在抄佛经？我没时间了，回头再看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抄佛经吗？啊，我不太明白，但我知道佛教讲究因果，所谓的因果不虚，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或者说，像是一个犯罪的人，他在犯罪之前会先查查法律，看自己具体会判多少年。抄佛经更像是一种对自己良心的审判吧。门里门外也就一步之遥，就好像这世间许多事，不管看起来多复杂，缘起生灭，往往也就来自于一念之间。我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去拿药，然后治好杜小秋的病。不过有些病容易治，有些病不好治。有些病是不好治，但是有些人不得不治。那也得看怎么治。快乐或者痛苦都是来源于人的感受。遇到痛苦的事儿，人们总是希望能早点逃离；遇到快乐的事儿，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持续。但正因如此，人心就永远不满，永远不安，永远焦虑。我也只是这芸芸众生的其中一个而已。你比任何人的妄想执着都更深。看来你已经找到解脱的方式了。无论快乐或痛苦的时候，都要看清事物的本质，别太在意你内心的感受，你就能不再为它所困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感受到快乐，但不要希望快乐继续。于是，虽然仍有快乐，也能不失去心中的平静。虽然感受到悲伤，但不要希望悲伤结束。于是，虽然仍有悲伤，也能不再为此而哭。简单来说，痛苦就是来自欲望。要想减少痛苦，就要放下欲望。你每天抄经礼佛是为什么？啊？难道解脱的欲望就不是欲望了吗？我看你这个地方不够近啊。哎，这边，这边，
这地窖倒是个不错的去处。真是一语道破梦中人呐。可有些人明知是梦也不愿意醒。我只要他活着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前面是无间地狱。为什么你觉得你应该对他的生死负责呢？没有人能左右生死，面对死亡，我们都会手足无措。摆在你面前的，本来是一条新的希望，是一个让你们彼此以一种新的方式相守的希望，但你却用最深重的罪恶去应了。你深爱的妻子杜小秋，如果知道了你做的一切，会怎么想呢？无间地狱的苦，不是让你一个人经受酷刑，而是让你知道，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破坏你所珍视的一切。小秋她满心期待能成为一个母亲，但你却为了救她，杀了5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。她即使活下来，也会生不如死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你以后不能留在我的梦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杀了人。我想让你活着。不杀人就不能活了。我没有你，我活不了啊。那你想过那些被你杀死的人吗？他们就不想活着吗？我有想，我每天都在想。那些孩子呢？你让他们成了没有妈的孩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些，所以咱们的孩子没了？这都是报应，报在咱们孩子身上。报应。你别走，你在哪？爸爸把你埋在哪？你别走，别走，你爸爸把你留在哪？我想让世界知道，你曾经活过。主持人，我女朋友怀孕了，我并不想娶她。他就是个王八蛋。他不是个好人。我跟他结婚了20年，现在一无所有，我应该怎么办啊？这么多年他就没对我好过，以为我真傻吗？我爸妈打我，我应不应该离家出走啊？主持人，我想跟刚才那个小姑娘说一句，好好跟爸妈谈谈，要是还打你，长大了打回去。爱情是个难题，谁都无法把它的解题过程以及步骤清晰地分解和计算出来。爱情就是不会让你轻易驾驭它，给你这个模糊的样子，让你在它的圈套里若苦若甜，若酸若辣。喝多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真的喝多了。喝多了吧？哎，姑娘，喝多了。哎，美女，哎，哥哥送你回家。华荣，你师傅什么时候到了？我师傅，丁顿，他跟米欣姐去帮贾局做巡讲了，你忘了？不会今天是星期3吧？那您觉得呢？死者周身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痕迹，初步判断是割腕致死。丁顿，你看一眼这个。割腕儿？那血呢？问题就在这儿，并且也没有发现割腕的工具。
哎，丁哥，这2个报案人是来夜店玩的客人，吓傻了，话也说不利索，要不要先带回局里审一审？不用，录个笔录，把他们放了吧。为什么？女孩不是在这儿死的。啊？葛平，女，28岁，是咱们新闻综合频道的记者，抛尸时间是在深夜，并且在巷子里，目前没有找到新的目击者。通过我们的走访下来，发现葛平的人际交往还行，没有任何人和他结过怨。他的同事和朋友呢，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。怎么评价的？人挺好，脾气大，就是嘴上不招人那种。难道是祸从口出，激情杀人？我觉得不像。为什么？因为杀人方式，他完全是割腕致死，除了捆绑痕迹以外，身上没有任何性侵或者劫财搏斗的痕迹，血液里没有药物残留，没有发现疑似凶手的 DNA。如果他与对方搏斗的话，对方激情杀人，怎么可能就留下这些线索？不会是自杀吗？怎么可能？要是自杀，能被扔到这种地方？说不定是出于某种原因呢。这种杀人方式也太慢了，葛平就不会反抗吗？小荣，一个人从割腕致死，大概要多久？很难说，得把桡动脉和尺动脉切断才能致死，最快几分钟，最慢几十分钟也有可能。他会先进入休克，最后再死亡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葛平极有可能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被凶手活活放血致死。这段时间里，这个凶手就看着葛平挣扎，慢慢的死去，而且还把尸体抛尸在这种闹市区里，是挑衅吗？这是虐杀吧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谁能干这种事儿？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。您是担心他是随机杀人？凶手用这种方法去杀人，手段非常的老练，一定是有预谋的。如果葛平是随机被选择的话，那凶手可能会继续作案。潘破，你通过中局给全市派出所发出通告，让他们夜间加强巡查，尤其是市里监控盲区。是。小白，你把大致情况给罗队说一下。在闹市区里抛尸，我不相信没有新的目击者。是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散会。丁队，我们刚得到消息，葛平最后的行踪是叫了一辆网约车，他当时应该是叫车回家。我们找到了那辆车的司机，一会儿我去问一下情况。哎，那司机叫什么？司机叫钱程。钱程。脸怎么了？啊，让我娘把我给抓的。别紧张，又不是第一次来。来，出去。不，戒了。怎么？烟是你家猫让你接的呀？哦，嗨，媳妇儿不给烟钱，就不抽了呗。怎么又有个乘客在你车上出事了呀？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啊。2个乘客坐了你的车出事了，这也太巧了吧？我都觉得巧，但就真的就这么巧，我真不知道。要不您查我车，就跟上回一样。我们会查清楚的。你先解释解释这个吧。何斌，就是上一个被害人，坐了你的车，中途下车之后出的事儿。这个葛平，就是现在的被害人，也是中途下的车，下车之后就出事儿了，太巧了吧？哎，我说你知道前因后果吗？你就在这跟我瞎掰扯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停车！我哪知道这是你写的呀？这跟是不是我写的没关系好吗？赶紧停车！不是，小姐，您听我给你解释。你解释什么呀？甭解释了，赶紧停！行，我靠边。什么报道？就之前那个报道嘛，就是有一开杂货店的男的家暴嘛，把他媳妇儿打得住院了。就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了。我就说了2句，我说这种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男的肯定也不容易，对吧？你作为报道，你必须全面一点。他就一听全面这俩字儿，立马就炸了。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报道是他写的，我要知道是他写的，我肯定也不能跟人这么聊啊。你开这车开得挺能耐呀，把乘客都给聊下车去了。
嗨，我这就不善于跟人沟通，之前也不愉快，但没人下车。我觉得你挺能说的呀。我这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这。丁队，我看钱程这窝囊样，不像是凶手，他还连杀2个人。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凶手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要是确定他就是凶手，那不是现在这反应。可现在问题就是，咱们没有确实的证据。胡曼，查怎么样了？车上痕迹比较复杂，不过跟之前检测差不多，完全没有凶杀搏斗的痕迹。难不成真是凑巧了，2个人都坐他车？葛平下车的地点离他自己家还有好几公里远，而且他下车之后没有用 APP 叫车。如果钱程没有撒谎的话，那只有2种可能性：要么葛平叫辆普通出租车回家了，要么他的遇害地点就在下车点附近。丁队，这条路我看也没那么偏僻啊，他怎么可能在这儿作案啊？胡曼，现在查怎么样了？没有任何发现。丁队，查过了，整条道都没安装监控。怎么办，丁队？现在？好像有点印象。您再仔细回忆一下。好像确实是一男一女在这辆车旁边吵架，当时天色比较晚，脸和车我就没太注意。那你还记得这女的后来去哪儿了吗？我光忙着做我的生意去了，就往那边看了一眼，没太注意。但是像出点小事故在路边也是常见的事儿。等我忙活完了，回头再一看，人影都没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不谢不谢，没事儿。那您忙您的。哎，好好。丁队，这附近没有葛平遇害的痕迹。如果他沿着公路边走边打车的话，肯定已经到监控下了。这样说的话，这个钱程就没有说谎。这个葛平应该就是下车之后在原地打车走了。可如果我们挨个时间查，在这段时间内出现在前后2个监控里的出租车，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下的车。胡曼，傻了吧？注意空车不就行了？你才傻呢！现在出租车也用 APP， 你没发现很多出租车打着空车的灯，根本就不停车？哦，是啊。哎，我第一次觉得这种软件都那么可怕。我问一下，这网约车都是平台自动给司机派单的吗？对啊。那如果我是司机，我今天不想接单了，我可以提前收工吗？那肯定能啊，这个 APP 还能强迫你不成？怎么弄？应该是退出登录吧。哎，不过我听说好像这个软件有个规定，就是每个司机每天必须要干满几个小时，最后才能结钱。那这就有点奇怪了。什么奇怪？你们看啊，这是钱程的客户端记录吧？对，调查葛平记录的时候直接调出来的。葛平在中途下车以后，钱程就没有接单了。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可以说他吵架吵得心情不好，然后就不做了。丁队，你看这个，何斌当时也是下车之后，这个钱程就不接单了。我看看，哎，还真是啊。他每天工作时间挺长的呀。那他就更不应该不接单了呀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一次这样的情况。什么时候？1个月之前。回局里看看1个月之前有没有恶性案件跟钱程有关的。石林，
今儿没做饭呀？我不饿。哦，那个，昨儿那饭呢都馊了。那你去扔了去啊，烦不烦？行，扔了去。哎，我让你取的快递呢？哦，今儿警察过来找我有点事儿，没赶得出时间。警察找你干嘛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什么事儿，你不去给我取快递去？行，我今儿给你取回来。你今天还出不出国？我现在就去。那还不快去？嗯。什么都干不成，真是个窝囊废。骆先生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守着他干嘛呀？你是嫌绿帽子戴的不够多吗？当断则断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我们接下一位听众的电话。李小姐，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。我不想活了。李小姐，您冷静一下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？我这么痛苦，在你看来就是一个故事吗？嗨，每天打来电话的人，有一多半都是要死要活的，可谁真有那个勇气？大部分人都是遇到了感情问题。李小姐，你也不例外吧？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可他还是不爱我。李小姐，爱是不可以勉强的。我们节目里反复谈过这个话题。可是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他不工作，我上班赚钱养他，我什么都听他的。可最近我发现，他对我越来越没兴趣。那天我提前下班回家，他居然把别的人带到车里了。丁队，1个月期间总共就这么3起。这个是聚众赌博，吵起来杀人，人赃俱获，事实很清楚，应该跟前程没什么关系。其他2个呢？2个就是意外，这个是下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摔在栏杆上，脖子卡住了。要真说可能有问题的，就是这个了。哦，跳江那个。当时怎么判断是自杀来着？在他家发现了他亲笔遗书，并且尸检除了溺水没有其他异常，对吧，小柔？是的。这个案子我记得。当时我和小黄就在现场，他不可能打车。为什么不能打车？他家就住在江边。丁队，这是当时光明市发来的案情通报，你看看。没错啊，丁队，是我们这儿的案子。受害人叫金晶，是个护士。这个前程当时我们就找来问过了，他说是他接的这个长途单，把金晶送回来。但是受害人中途就下车了，也下车了。你们的2起案子，受害人也在中途下车了。不对，你们没有找到证据指向前程吗？非但没有，还找了个证据证明不是他。法医在金晶的指甲缝里找到了一些血迹、破碎的皮肤，还有这个纤维，应该是受害人在反抗过程中抓伤了凶手所留下来的。DNA 匹配了吗？匹配了，不是前程。这3起案子一定有关联，应该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3个被害者都上了前程的车，而且都在中途下的车，这个前程一定有问题。前程的确跟他们有过接触，但是除此之外，3个受害人无论从职业、社交圈和受害方式，通通都不一样。一般来说，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行凶方式一定具有统一性，但是他们身上完全没有统一性。可是丁队，你别忘了，这个凶手在杀葛平的时候，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可他杀金晶的时候，却在现场留下了 DNA， 犯罪手法上来看，天差地别。或者是有好几个凶手，都跟前程有某种关联。应该是成长型凶手。从晶晶到葛平，凶手的作案方式不断升级，所以在杀晶晶的时候留下了最多物证。
这也是为什么公队你即便拿到了 DNA， 也匹配不到人，因为他根本就是个初犯。我们之前一直都想错了，我们以为他是个老手，结果他比老手更恐怖。这就是个疯子。哎，那钱程呢？钱程应该跟凶手是同伙。在前边，保持警惕，不要让他发现我们。放心吧。什么情况？别管他，坐稳了。有情况。跟了他好几天了，之前一切正常，但是这次我们发现一个女乘客在行车过程中下了车。据这个女乘客讲，他们在行车中发生了争执，但只是单纯的争执。钱程整个过程并没有危险举动。他上来就问我是做什么的，我跟他说我是做微商的，他突然给我来个假货，你说我能不火大吗？那他在跟你争执过程中，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危险举动啊？没有。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？不正常的地方，听一下，就这辆车。我们之前假设，被害人在下了钱程的车以后，打了一辆普通的出租车离开，或者就在附近遇难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们后续就没有轿车记录。但是如果附近还有一辆车呢，就跟你们一样，停到被害者的旁边，把被害人带离了现场。可是丁段，他和严婷吵架的过程中，并没有任何人去靠近严婷。那是很有可能，你们已经暴露了。丁队查到了，车主是黄明。应该是一起连环杀人案，3个被害者都上了钱程的车，而且都在中途下车。停车！这神经病！我这是不善于跟人沟通。钱程应该跟凶手是同伙。这个葛平极有可能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被凶手活活放血致死。他是随机杀人。 3个被害者都上了钱程的车，而且都在中途下车，这也太巧了吧？就真的就这么巧吗？停车！这神经病！如果附近还有一辆车呢，停到被害者的旁边，把被害人带离了现场。查到了，车主是黄明。你好，是黄明吗？是我。警察，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有什么事吗？这车是你的吗？是我的车。黄明先生，我现在怀疑你跟一个案子有关，跟我们去趟警局。这跟我没有关系。喂，放开我！你们抓错人了！干什么呢？放开我老公！放开我老公！女士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们现在怀疑你老公跟一起案子有关，需要去趟警局。有偷玩？其他痕迹呢？没有任何作案痕迹。为这个你跑的？是。带走。丁队，不可能啊！这就是那辆车。被套牌了。
丁队，这车牌不对啊！丁队，匹配上了，车里的血迹确实是葛平的。红爸，你可太牛了吧！车都泡成那个样子，你居然还能提取到 DNA？ 其实这很正常，因为橡胶天然防水，本身就具有吸附性。如果手套内侧不注意清洗的话，还是会有一点点水进不去的地方。还有一点，受害人在车里挣扎的痕迹也是水泡不掉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如果公队的描述准确，那车内的划痕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受害人金晶在挣扎的时候留下的。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挺奇怪的，一个成年人的血液是4000 cc， 如果都留在地上的话，是足够可以把整个屋子都给铺满的。如果车上的血迹真的是葛平的，却只发现了1点，并且周围附近都没有发现大量的血液，你说凶手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觉得，要不就像输血一样，都采集到袋里，然后扔掉。二师兄，那个可是割腕啊，你采给我看看。那要不就拿盆接着，或者用管吸。那个奔驰车不对啊，你们之前跟的不是0679吗？这车牌号对不上呀。报告，丁队，钱程来自首了。你说还是我说？3个人都是我杀的。怎么杀的？第一个是我用车的后靠枕闷死的。杀第一个的时候没有经验，没想到杀一个人那么费劲。后来我学聪明，我把他们绑起来，果然效果好多了。和平和葛平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你把他们绑了，他们就不反抗吗？不反抗，因为他们睡着了。我给他们喝的水里放了药，虽然量很少，但足够我绑。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在他们睡着的时候把他们弄死？这样不就更简单了吗？多没意思啊！我不就想看他们临死向我求饶的样子？所以你故意用割腕这种方式杀害了葛平，对吗？对。那血呢？号牌车对于我们开网约车的人来说司空见惯，所以我就偷了辆车，套了牌。所以你在我车里肯定发现不了任何东西，因为他们几个人就没上过我的车。我出去杀人那几天开的是偷来的那辆奔驰，账号还是以前的账号。如果有客人问我，就说换车了。客人见我开奔驰，没人不愿意上车。既然他们都下车了，为什么还要再上你的车？哄呗。荒郊野外没地儿打车，我给他们终止行程，赔礼道歉，把他们免费送到想去的地方。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他们活该。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人？你这话算问到点子上了。哎，这洗衣机什么时候能修好啊？我早回来就是修洗衣机的。你要是会修洗衣机，洗衣机早就好了，连这修洗衣机的钱都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小慧今天上午可是办了一张2000多块钱的美容卡，跟我炫耀了一上午了。你不是喜欢人家啊？追人家去啊！啊，看人家看不看得上你。这没钱没势的，还色心不小。你给老娘也办张美容卡啊！你想上谁你上谁，你出门去问问去，谁能看得上你？是花着你是吧？我说赵律师，你看看你这个样，
多大年纪了，每个月挣这么点钱，够谁花的？还想生孩子？你跟谁生去啊？你自己生去吧你！看看你这个熊样，娘当初真是瞎了眼睛了，是嫁给你这种人，挣钱不行，床上功夫也不行，你趁早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，趁早去死吧！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吗？你有同伙吗？这奔驰车怎么解释？我们盯你梢的时候，这车一直跟着，你别跟我们说这是凑巧。丁队，这个车我真不知道。我来自首是因为你们看见了我作案的那辆车，所以我才来的。再说这个车的车牌号也不对呀。你哪儿弄的奔驰啊？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干扰器，偷的。你不信，你可以查我的网购记录，就偷了一辆。你在撒谎。丁队，说实话，我总感觉这个钱程认罪状态有点问题。而且现在咱们证据链已经闭合了，你说这报告是签还是不签？哼，小白，最近你有长进啊，连你都看得出来钱程有问题了。这个钱程不是凶手。啊？你别忘了，行车记录仪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2天，你们忙坏了吧？哎，你也听说了。当然，中局把细节都告诉我了。之前我还不太确定，只有得到明确的答复，我才来告诉你。越闻高见啊！李斌认罪的不是凶手。是的，不是钱程开的车，团伙作案。我留意到钱程跟几个乘客的对话，明确的就是挑起对方的怒火。我问了几个专家，答案是一致的。我也发现了，而且这个钱程的教育背景，不足以支撑他有这样的聊天技术。他背后应该是有高人的。就这个意思。看来你都知道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新的发现，你赶紧告诉我。我觉得你发现的比我多。我是这么猜测的：这个凶手利用高级车诱骗女受害者上车，那么他的形象要么就挺帅的，要么就挺老实的，而且很会聊天，收入啊应该在中高以上。哎，但是丁队，我们跟了钱程这么久，他就是拉活回家2点一线，他的人际圈并没有发现有你们说的这种人啊。丁队，咱们上一次不是都说过了吗？他这个人没有什么社交圈子，而且他每一次接人都是从地下车库直接就走了。再一个，有钱人谁能跟他参与这事儿啊？分析的都很好，那你们先忙啊。啊，林叔啊，破了案请你吃饭啊。得嘞。丁队，咱们都侦查这么久了，一直也没什么发现，而且钱程的车就停在监控死角里，实在是查不到。我觉得地下车库有问题，继续查。是。别紧张，又不是第一次来。抽烟？哎，不，我戒了，我戒了。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火吗？骆先生，他都这样了，
你还守着他干嘛呀？你是嫌绿帽子戴的不够多吗？当断则断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我们接下一位听众的电话。你这烟挺难买的吧？啊，做生意嘛，总得买包好烟，充充面子。这么好的烟，送人就不太好了吧？嗯。我是丁春秋，我是。嫌疑人开车跑了，拦住他！丁队，小白，你看见车了没？没有啊。虎曼，看见车了吗？虎曼，虎曼，丁队，虎曼耳机。看监控去。是。丁队，小白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查到这辆车了，刚经过嘉信路，准备去青山大道，要出城。让中局申请全程通缉，把全市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，一定要找到张科的车，听清楚了吗？小白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，哎，老实点。张科人呢？我不知道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就打电话让我往外开，往城外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肯定弄错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稍等吧。丁队，对不起。没事就好。这张科让司机把车开走了，他人去哪儿了？这个张科和钱程到底什么关系？钱程是因为长期受到妻子虐待，所以才会对女性有报复心理。那张科条件这么好，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士林有危险。
千成，我知道你有一个同伙叫做张科，他人在哪儿？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就抓不到他了？他现在已经被通缉了。如果你告诉我的话，我可以替你争取减个刑。丁队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让你跟张科说好了，你来自首替他脱罪，他替你杀最后一个人。诗人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再说一遍，是谁死了？我说你老婆已经死了。千成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张可人在哪儿？他真的挺仗义的。你要是我，你会说吗？他真的很仗义吗？看来张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仗义，你被他骗了。张可有个姨妈，住在郊区。他说他父母过世之后，就是由姨妈把他带大。姨妈，姨妈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你想来看我？这话说出来，你自己都不信吧？自打你公司开业，你来过吗？是啊，都是我不好，这都怪我平时太疏忽了，跟您沟通太少了。你少来了。你那点花花肠子，我不用数就知道有几根儿。公司出问题了吧？没有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？公司挺好的。你还真以为我会给你钱呀？就你那公司啊，我看也长不了，正好就收了吧，借着有点钱，留着养养老。姨妈，您说的对，
公司快要关了，但是钱呢，也赚得够了。我就想要不然搬这附近来，到时候好孝敬孝敬你。姨妈，我从小算是一个孤儿吧，是您把我拉扯大的，我现在也长大了，我知道把一个孩子拉扯大有多么不容易，我能理解。你说到这儿啊，我就来气。当初要不看着你妈的面子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也不用对我好，没必要。我从小没有父母，您跟我姨父也没有孩子，为什么您不能把我当成您的儿子？我们一家人好好相处呢？你别逗了，张科，你不知道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早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出事儿了。是吗？早晚的事儿。出了事儿去解决呀，到我这儿来干嘛？我又帮不了你。你是帮不了我，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把你给解决了，我自己也就解脱了。但是今天，你可以求求我，求求我放过你。或许我真的能放过你。张科，我告诉你，你再在这说一些有的没的，你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走！这辈子好好活着，下辈子我再他妈找你。走！我跟老钱确实是在地库里面认识的。其实很早我就注意到他了。喂，干嘛？喂，我那个，我提前回来了，没带钥匙，帮我开开门，我快到车库了。你这么早回来干嘛呀？我有点不舒服。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大哥，麻烦您借个活。来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看您之前不这样。
我们认识吗？现在不认识了，我叫张科。哦。幸会，我叫那个钱成。您说我之前不这样。总看到你喜欢自己一个人在车里边抽烟。那是您的车是吧？我老看见那辆车。您这也挺忙的，这应酬多是吧？跟你一样，回到家喜欢在车里边抽根烟，然后再上去，总能看到你，好几次，你可能没注意。是我是一个开那个网约车的，我是平时没时间抽。家里边也不让抽。嗨，理解。不想就这么回家。您也是。不是，在我小时候，家就没了。来口我的。不了，不抽了。这不都熟了吗？来吧。哎，谢谢。你刚才不是没打火机了吗？本来没有，现在找着了。我跟他聊几句就知道，他是我要找的人，老实、听话，心里边窝着火。老钱呢，就像堰塞湖一样，一旦决堤，收拾不了。所以你就故意接近他，让他当你的妻子。你以为他真的傻？怎么了，大哥？又被客人投诉了？嗨，都适应了。啥人我没见过呀？不能总这么憋着呀。那咱能怎么着？咱也不能跟客人吵架去呀。你跟我大嫂平时吵架吗？不是，我跟谁我也不能吵架呀。你想，咱就是一个开网约车的，咱这要一跟人吵架，那就饭碗给吵丢了。如果现在有一个办法，既能出气，又不用遭投诉，你愿不愿意试一下？哪有这种好办法呀？什么人能不投诉啊？死人不能投诉。不是，姑娘，我就发表一下建议，您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哎，怎么着？你现在拦着我，是不是还想让我给你赔不是啊？不是，我这不下来就是给您赔礼道歉的吗？我哪知道我哪句话就戳着您自尊心了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您作为记者，您是不是也得听点别人的意见呀？行了行了，我现在听着了，行了吗？你可以滚了。你骂谁呢你？哎，你干嘛？干净点行不行？哎，你指什么指啊？我指你怎么了？你指什么？你指什么指？你指什么指？你别指着我！我指你怎么？哎，你什么素质呀？放干净点！你什么素质？你指什么指啊？怎么了这是？
见鬼了！我没见过嘴这么臭的人。行了行了，大哥，大晚上你就跟姑娘计较，那这咱老爷们不计较啊。他没见过你这样的。我投诉你！你投去你！你也少说两句。这么晚不好打车吧？你住哪儿啊？我住那个北辰公园那边。不然我送送你吧，顺路。没事，顺路，顺路。好，谢谢啊。上车吧。真是倒了霉了。出门在外啊，别跟那样的人一般见识。喝口水消消气。谢谢啊。哎，师傅啊，是。警察找到我了，我感觉这次好像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。慌什么呀？这事既然开始了，这结果早晚都是想到的。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又没杀人，你怕什么呀？是，我是没杀人，可是我也想杀人。我不敢吗？你可说好了要帮我的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绝对会做到。但是现在我需要一点时间，你去公安局里面跟他们撒个谎，我在外面帮你把事办了。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那些人确实是我杀的。每次一杀完人，我就会把车藏起来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就会告诉老钱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。就是因为你的姨妈，你才杀的人吗？对，就是因为我姨妈，在我小时候给我带来的阴影。所以这些都是我要的结果。人的嘴比刀子狠，那些婊子死有余辜，而老钱，他也是受害者，就是这帮婊子的受害者。我只不过比他有勇气，做了他不敢做的事。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发生了什么，但你没有任何权利去剥夺别人的生命，就因为你，他们的家人朋友，
会永远活在痛苦里面。别给我谈勇气。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就算天上下刀子，也要笑着活好每一天，这才叫勇气。我想让世界知道，你曾经活过。小柯，小柯，是你吗？姨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坐吧，陪姨妈吃饭。坐近点儿。别倒来倒去的，你洗手了吧？到了吧？跟你爸一样，怎么就改不了呢？就好像学点有教养、尊重别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似的。真不知道当初你妈看上他哪一点。你说现在的人啊，也真是莫名其妙。他们在外面传说你杀人都是因为我。你说你从小我教你读书写字识礼，处处都严格要求你，我教你杀人了吗？姨妈，您别生气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被小时候那个淘气包给气死的。所以您打我骂我，都是为了我好，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从小姨妈给你这么大房子住，有保姆照顾着，总比你流浪在外，或者是在孤儿院里强多了吧？姨妈对得起你，因为你，我跟你姨父连孩子都没要。你们俩没有孩子，那不是因为我姨父他……哎，是，你姨父是不能生，但是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呀。对，我知道，你们为了我牺牲了很多，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现在就是您儿子呀。可是啊，那外面的人他不这么认为呀，他们说什么，这左右不是亲生的，说什么最毒妇人心。小柯，你去跟他们说去，你说姨妈我……姨妈，咱们不要想那些，人家都说了，养儿防老，以后我孝顺您啊，我的孩子就管您叫奶奶，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啊。好孩子。姨妈呀，没白疼你。你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？当然记得，
您说过，让我给您的孩子当哥哥。可是后来呢？我们没有孩子，就只有你。别人可能认为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不值得我付出爱。姨妈，可是您不觉得吗？这么些年，在这个家里面，事实上我就是你们的儿子。我人生中的多少个第一次，都是您陪我一起度过的。每当我听见他们唱关于母亲的歌的时候，我总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就像这顿饭，如果没有我，您觉得它完整吗？尤其是姨父去世以后，就剩下您自己一个人了。可是，在您心里面，早都已经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了。只是我不是你亲生的，所以您不知道该怎么对我，才会既收留我，照顾我，不让我离开，又让我好了，不说了，再不说话了，快吃吧。吃完了就别走了，以后都别走了。这房子这么大，你就住下吧。姨妈一个人有点害怕。姨妈，我杀了3个人，我已经不可能坐在这里，再和你一起吃年夜饭了。刚才我说的那些话，其实只是你内心想听的话，但我的真心话是，我恨你。你既然养了我，你又不爱我，你打我，骂我，虐待我。我什么时候虐待你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还不如不管我。但我又觉得你很可怜，因为你不是一个幸福的人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换作是另外一个人，你会不会对他好一点？这样的话，你们就都幸福了。上天给了我们10几年的时间做母子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我们都失败了，都失败了。小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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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回来吃饭！你要是不回来，今天晚上就没有你的饭了！快回来，小柯！小柯。
你失败，是姨妈失败了。你那么小，怎么让你负责呢？是我错过了一个儿子。小柯，小柯，回来吃饭。小柯，小柯，我的儿子，回来吃饭。小柯，儿子，回来吃饭。小柯。